此刻，灵狐天族这群祖武修行界的主宰，在楚风的质问下，却是一言不发。他们居然不敢回答，他们自然不想就这样离开主域，放弃祖武修行界的主宰地位。可是他们又无法与楚风抗衡，不敢与楚风对抗，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之地。楚风利用阵法的力量算何本事？你有种就用自己的实力来胜过我呀！一声充满不甘的咆哮响起，是灵狐铁面。只是他这声咆哮发出后，众人却觉得很是无奈。楚风已经得到了如此力量，怎么可能与他比拼自身的实力？除非是傻子才会做出那样的事。但是显然，楚风并不是一个傻子。好啊，你想比拼自身的实力，那我就用自身的实力来与你一战。然而，就在灵狐铁面话音落下之际，楚风竟然点了点头，他答应了。他竟然答应了灵狐铁面这个看似荒谬的要求。此刻，莫说别人，就连灵狐铁面都是一愣，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一般。可是就在下一刻，灵狐铁面以及其身边的族人便感觉到自己那失去控制的身体再度回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灵狐铁面以及那些趴在地上的人全部都站起身来，他们几乎确定楚风已经对他们收回了那强大的阵法力量。见此一幕，众人更是不解了，尤其是东郭天族的族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东郭冰羽，那种目光像是在问楚风为何这么傻，明明可以直接将灵狐天族驱赶出去，为何非要自讨苦吃呢？大家镇定，楚风不是鲁莽之辈，他也许另有打算，我们静观其变便是。东郭冰羽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各自的族人说道。虽然他这样劝说族人，他也知道楚风应该有应对的手段，可是一切皆是猜测，他也无法确定。在答案揭晓之前，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忐忑。毕竟楚风已经锁定胜局，可是眼下他的一个决定却又再度让这场对决的胜负充斥了一些悬念。所有人都在想，楚风到底是怎么了？他究竟是有着能与灵狐铁面抗衡的实力，还是真的自信过头了？楚风，你真的愿意抛下阵法的力量，凭借自身的实力来与我一战？倘若你真的愿意，那若是我败了，我也认你楚风是条汉子。起身后，灵狐铁面对楚风说道。他这样说其实是怕楚风反悔，毕竟楚风掌握着绝对的力量，就算反悔他也无可奈何。我不需要你灵狐铁面的认可，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楚风说道。有何要求？你说。灵狐铁面问道。若是我楚风胜了，你就带着你灵狐天族的所有族人滚出祖武修行界，记住，是滚出这祖武修行界。楚风以平静的语气说道，眼中却充满了自信，就仿佛他已经锁定了胜局。那若是你输了呢？灵狐铁面问道。那滚出这祖武修行界的便是我楚氏天族的所有族人。楚风话到此处，看向身后的族人问道，若我败了，可愿意与我离开？愿意。楚风弟弟，一切由你定夺。楚风此话得到了楚氏天族的鼎力支持，尽管他们也不解楚风为何不直接赶走灵狐天族，为何要这样冒险，但是他们还是无条件的支持楚风，因为他们很清楚，在楚风到来之前，他们在祖武修行界是多么的卑微弱小，他们能有资格站在这主域的广场上，当着祖武修行界各方势力的面前与灵狐天族对峙，全都是靠楚风。而看到楚氏天族族人居然如此支持楚风，旁人倒也是有些意外，毕竟传闻中楚氏天族一盘散沙，不仅见利忘义，更是懦弱至极。但是现在来看，显然如今的楚氏天族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而他们坚信之所以会这般，应该都是楚风的功劳，因此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多了一抹敬畏。抛开实力不谈，单单是这种号召力、影响力便已经让人明白楚风的与众不同。好，我应了。灵狐铁面爽快地应下了，但紧接着他又补充道，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不许使用阵法的力量，只可运用自身实力和手段来赢我，这是自然。我楚风若用这阵法的力量来击败你，那我楚风便不得好死。枉为楚轩辕之子，以发誓的口吻说道。好，那就让我领教一下楚轩辕之子的真正实力。灵狐铁面大喝一声，紧接着这广场上的所有人都是离开了这广场的中心，退到了贵宾席上。而与此同时，这广场上的宴席也早就被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眼下这辽阔的广场之上，只有两个人对立而望，那便是灵狐天族族人灵狐铁面，楚氏天族族人楚风。一场关乎这祖武修行界主宰地位的王者之争一触即发，灵狐铁面与楚风对立而望，大战一触即发。所有人都想知道楚风凭什么与灵狐铁面抗衡，毕竟抛开外力不谈，只论自身修为，灵狐铁面绝对是这祖武修行界内当之无愧的最强者。猛然间，灵狐铁面衣衫飘动，磅礴的威压便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压迫而去。那威压的速度并不是很快，甚至慢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得到它的涌动，它的方向。可也正因每个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们也是再度意识到了灵狐铁面的强大。六品武仙，这便是灵狐铁面的修为，这个修为傲视所有人。眼下那威压向楚风奔腾而去，楚风拿什么来挡？滋啦啦！然而就在那威压靠近楚风之际，楚风的额头之上一道神级雷纹涌现而出，下一刻楚风的身上也是有一道威压释放而出，两道威压相互交错，竟然是不分上下。天哪，那楚风额头之上的雷纹竟然是神字，这楚风竟然与他父亲和爷爷一样，都成功的修炼了神罚玄功。楚风的神级雷纹一经浮现，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目光一动，涌现出了震惊之色，甚至就连灵狐铁面也是满眼的吃惊。神罚玄功，这可是传说中的玄功，也是天级血脉者可以修炼的最好的玄功。但是神罚玄功之所以被誉为传说中的玄功，那是因为旁人想修炼都修炼不到，哪怕是他灵狐天族贵为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首，可却也没有神罚玄功可以修炼。楚风释放雷纹后，修为竟然达到了6品武仙，那岂不是说
楚风的真实修为也已经到了五品5仙，但是惊讶于楚风那神罚玄功的同时，也有人惊讶于楚风的修为。楚风已经凭借威压将灵狐铁面的威压抵消开来，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楚风的气息。楚风他怎么会进步如此之快？但是此刻要说最吃惊的，却是东郭天族、楚氏天族以及黎氏天族的那些人。在场之中，若说对楚风的了解，那显然他们是最为了解楚风的。可也正因为了解楚风，他们才会如此的惊讶楚风此刻的修为。毕竟在来到此处之前，楚风的修为可是连5仙境都没有达到，还只是天仙而已。怎么如此短的功夫，他就成长到了这种地步？这成长的速度也未免太过惊人了一些，简直让他们难以置信。这便是楚轩辕之子的天赋吗？此刻，离岸之袖中的拳头不由握紧，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之前他一直觉得他与楚风的天赋相差并不是很多，可是现在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他与楚风的差距。看着那与灵狐铁面交战的楚风，他知道他怕是很难追赶上楚风的步伐了。这个楚轩辕之子已经崛起，不仅仅是他离岸之，整个祖武星域的所有天才都将会被楚风一一超越。楚风，你的修为怎么会达到如此地步？你是不是利用大阵的力量强行提升了自己的修为？就在此刻，有灵狐天族的族人发出了质疑。之前在圣灵光之阵内，他便见识过楚风的实力，那时的楚风与现在简直相差太大了，所以他不相信楚风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突破修为，达到5品5仙境。我楚风若是利用大阵的力量来提升修为，我何必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5品5仙？我直接提升到尊者境，那这场对决还需要比吗？楚风反问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倒也是纷纷点头，觉得很是在理。况且在场的不仅是修武者，也都是界灵师吧？难道分辨不出我此刻的修为是真实的，还是运用阵法伪造的吗？楚风再度问道。听得楚风这样一说，那些怀疑楚风的人倒是越发的相信楚风的修为是真的了，因为用他们的感应力去感应，楚风这修为的确是非常的真实，丝毫没有阵法的力量。楚风，我信你。不过就算你有5品5仙的修为，但这场战斗你也是必败无疑，因为可不仅仅你一个人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就在此时，灵狐铁面开口了。灵狐铁面开口的同时，他的额头之上涌现出了天级雷纹。天级雷纹涌现而出，灵狐铁面的修为也是从6品5仙提升到了7品5仙的地步。而这一刻，所有人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是啊，就算楚风有5品5仙的修为，他修炼了神罚玄功，可是神罚玄功的神级雷纹也只能让他提升1品修为。虽说灵狐铁面的天级雷纹气息上是不如楚风的神级雷纹，但也同样可以提升1品修为。眼下二者同时施展雷纹的情况下，灵狐铁面比楚风高出足1品修为，这可是绝对的优势。楚风该如何抗衡？面对众人那疑惑的目光，离岸之则是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楚风的手段绝对不止如此。楚风除了神罚玄功之外，还掌握着散发着远古气息的强大秘籍，那秘籍可以让楚风获得逆战1品的力量。而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其身上金芒涌动，竟有远古气息自其体内散发而出。天哪，那是！而这一刻，在场的大部分人皆是神色一动，就连灵狐铁面也是目露惊讶。楚风虽然没能再度提升1品修为，可却是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因为楚风此刻所施展的正是远古战斧以及远古战剑2大无上秘籍。那是什么？是至宝吗？竟然能够得到逆战1品的战力，如此至宝，为何我从未听说过？众人惊讶，毕竟到了这种境界，能够提升逆战1品的战力，那可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而又因楚风的远古战斧与远古战剑与楚风融合后，宛如护身法宝一般，围绕着楚风旋转，倒也的确像是某种至宝。所以人们都在猜测，那究竟是何种至宝？毕竟在祖武星域，凡是有名的至宝，大家都听过，但是楚风所施展的，他们显然是第一次所见。不对，那并非是至宝，那气息是秘籍。楚风所施展的乃是无上秘技，大美。但是很快便有人察觉到，楚风所使用的其实并非至宝，而是秘技。秘技好像真的是秘技，天下间竟有如此强大的秘技。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意识到，楚风所施展的的确是秘技。但当他们意识到这件事后，反而更加吃惊。秘技之威能，在真仙境之前尚且还能发挥1、2，但到了5仙境早就没有作用了，远不如仙境武技，甚至连仙法都是不如。但是楚风所施展的秘技却能够提升逆战1品的战力。莫说仙法，这可是多么强大的仙境武技都不具备的力量啊！在5仙境还能施展出如此强大的秘技，这更是证明了楚风的手段非常人可比。莫说旁人，就连与楚风交手的灵狐铁面眼中的惊讶之色也是越来越浓，难怪能够胜过命也。你之手段的确不凡，不过只是提升战力怕是不行，究竟手段如何，还要验证一番才行。灵狐铁面此话说完，袖子一甩，一把金灿灿的大刀便出现在了手中。这把大刀长有3米，不仅金芒璀璨，更是锋芒毕露。寻常刀剑大多刻有龙之图案，可灵狐铁面手中的大刀竟刻着龙凤，龙凤栩栩如生，若是细看，尽在蠕动，就仿佛要破冰而出，要斗个你死我活一般。此冰一出，连虚空都开始剧烈的震颤，就如同预示着一场浩瀚之威即将展现一般。而此冰在整个祖武星域都是一把具有极大名气的仙冰，名为龙凤斗之刃，是龙凤斗之刃，这可是仙冰中的极品啊！当灵狐铁面亮出冰刃之后，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仙冰的强弱也就等于使用者的强弱，而龙凤斗之刃的威力那可是毋庸置疑的强。楚风此刻若不能拿出一件同级别的冰刃，那么就算他凭借强大的秘籍获得了逆战1品的力量，
从战力上追平了灵狐铁面，但是显然还是会落入下风。可惜我那把弓了。此刻楚风甚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虽说灵狐铁面这龙凤斗之刃很强，但楚风却也有能与之抗衡的兵刃，就比如那剑道仙弓。只是可惜剑道仙弓楚风已经赠予给了乌马圣杰，没办法，谁让楚风不小心看到了人家的身子呢？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啊，而且还是那么貌美的绝世美女。但是楚风感叹归感叹，仍然是将手掌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下一刻，一把短剑便出现在了楚风手中。这把短剑通体黑色，长约3尺，一眼看去并无任何特殊之处，甚至在仙兵之中也只能算是平庸。可是这把短剑之上却刻着3个字，是这3个字吸引了在场之人的目光。楚汉仙。那黑色的短剑之上刻着楚汉仙3个字。天哪，楚汉仙！这把仙兵的上面竟然刻写着楚汉仙3个字。有人一眼就看到了楚汉仙3个字，露出了惊讶的目光。虽然严格来说他们也都是小辈，可是楚汉仙的威名，整个祖武星域谁人不知？那可是曾经纵横整个祖武星域，傲视群雄的绝世之才。这仙兵的威势竟然丝毫不弱于龙凤斗之刃，这乃是仙兵中的极品啊！与此同时，也有人惊叹于那短剑的威势。的确，这把黑色的短剑一经出现，那强大的威势丝毫不弱于灵狐铁面的龙凤斗之刃。一时之间，许多人都开始猜测，这把仙兵的来历是黑焰鬼剑，竟消失已久的黑焰鬼剑。这可是楚汉仙当年的佩剑。而就在这时，有人惊呼出声，竟有人认出了这把剑，而这把剑的确就是楚汉仙当年的佩剑——黑焰鬼剑。黑焰鬼剑是楚汉仙的佩剑，真的？你确定？那位一开口，立即引起了众人的追问。毕竟此事非同小可呀，不会有错，那就是黑焰鬼剑，乃是楚汉仙的佩剑。我当年曾听我爷爷讲起过，也见过黑焰鬼剑的画像，无论是气息还是形态，都是一模一样。那位最先指出那乃是黑焰鬼剑的人，一脸确定地说道：“不是说这黑焰鬼剑被楚汉仙弄丢了，搞了半天没丢，是给了他的孙子了。”很快的人们便相信且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也正常。毕竟现在持有这黑焰鬼剑的不是别人，而是楚汉仙的亲孙子楚风啊！而面对众人的惊呼声，灵狐铁面则是有些不爽了。毕竟他的龙凤斗之刃也是大名鼎鼎的兵刃，可是此刻只因楚风那兵刃乃是楚汉仙当年所用，众人便立刻一脸羡慕地看向楚风，就完全忽视了他手中的龙凤斗之刃，这让他有一种挫败感。忽然间，2道刺耳的咆哮自灵狐铁面手中的龙凤斗之刃传来，那是龙与风的咆哮。2声咆哮相互交织的同时，那龙凤斗之刃之中竟然散发出了2道的金色光芒体。那光芒体不仅急速扩大，更是化作了一条龙与一只凤。这2物栩栩如生，凶芒毕露，宛如万兽之王，张牙舞爪的便向楚风而去，那架势就像是要撕掉楚风一般。然而只见楚风手中的黑焰鬼剑微微一颤，下一刻，磅礴的黑色气焰伴随着阵阵鬼哭狼嚎的咆哮便喷发而出。那金芒璀璨的龙与凤与那黑色气焰相互碰撞，竟瞬息破碎开来。紧接着，那黑色气焰更是向灵狐铁面压迫而去。见此一幕，众人皆是心中一紧。先前那一幕与楚风和灵狐铁面的实力无关，乃是2件极品仙兵之间的纯粹对决，而这胜负已是非常明显。哪怕大名鼎鼎的龙凤斗之刃，可是在那黑焰鬼剑的面前却也是落了下风。黑焰鬼剑不愧是楚汉仙曾经的随身佩剑，果然不是寻常仙兵可以比拟。就在众人惊叹之际，那黑焰鬼剑所释放的威压已是如同乌云盖顶一般，来到了灵狐铁面的身前。灵狐铁面大袖一挥，那黑色气焰便立刻消散。虽说那威压很是强横，可是面对灵狐铁面仍是有些不堪一击。只是自己的龙凤斗之刃落入了下风，这让灵狐铁面的脸色越加的不好看。这一次他没有再多说废话，而是握紧手中的龙凤斗之刃，身形一纵便向楚风飞掠而去。灵狐铁面没有使用仙法，也没有使用先进武技，而是直接手持兵刃向楚风正面攻了过去。然而面对灵狐铁面的攻势，楚风则是淡淡一笑，没有一丝惧意，反而握紧手中的黑焰鬼剑，主动迎了上去。眨眼之间，楚风与灵狐铁面已是交战在了一处，2人手中的兵刃每次挥动都会分别划出金色与黑色的气焰，而当2件兵刃碰撞之后，更是会掀起的涟漪，竟然连那能量涟漪也分别是黑色与金色。眼下2者交锋，却更像是仙魔大战。灵狐铁面是仙，而楚风乃是魔，这倒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2者仙兵的气息就是如此的鲜明。那龙凤斗之刃金光璀璨，宛如天神下峰，而楚风手中的黑焰鬼剑不仅黑焰滚滚，更是发出狼哭鬼嚎的声音，就宛如无数来自地狱之魔物隐藏于那黑焰鬼剑之中一般。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宛如正邪对决的一幕，更像是魔的一方占据了优势。明明金芒更耀眼，可是此刻却是那黑眼更为引人瞩目。太快了，根本看不清。不过2人这样的近身缠斗，其实是更考验战斗经验。楚风虽然天赋利奥德，但不知他的战斗经验如何呀。此刻人们因为修为偏弱的原因，根本就看不清楚风与灵狐铁面交战的情况，只能感受到2者交战所散发的威势。虽然威势上楚风占有，可是人们却觉得实际上灵狐铁面更有可能占据上风。不因别的，只因灵狐铁面在小辈之中也算是年龄偏长者，在这祖武星域去过无数个历练之的，不仅天赋利奥德，其战斗经验也是极为丰富，否则也不可能获得祖武10星第3位的排名。然而就在众人期待着结果的时候，一道身影自那战圈之中飞掠而出，飞出老远才顶住身形。人们仔细一看，那正是灵狐铁面。那是看到此刻的灵狐铁面，人们神色一动，因为他们发现灵狐铁面的身上竟然有着多道伤口，
那伤口虽然正在愈合，可是灵狐铁面的确负伤了，而那伤口明显是一把短剑所伤。灵狐铁面不仅负伤了，他此刻脸色还有些苍白，气喘吁吁，宛如体力不支一般。踏踏踏！而就在这时，道道脚步声自那肆虐的能量涟漪之中传来，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从那涟漪之中缓缓而出。此人正是楚风。只是看到此刻的楚风，人们脸上的惊讶之色则是越发浓郁起来。楚风不仅衣衫完好无损，更是气色红润，气定神闲，根本不像是经过一场激战。这样的楚风与灵狐铁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场不施展任何仙法与武技，只凭借兵刃近身缠斗的交战，到底谁胜谁负，已是一眼明了。真是想不到，这楚风近身交战竟也如此利奥的，那此子简直没有弱点可言啊！他这还是真是修为弱于灵狐铁面，倘若二人同等修为，那简直同等境界之下，谁能是他对手？怕是唯有灵狐鸿飞能胜于他了吧？眼见着近身交战，大名鼎鼎的灵狐铁面竟然不敌楚风，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觉得，当今祖武星域的小辈之中，同等修为之下，唯有灵狐鸿飞能胜楚风，其他人怕皆是无法与楚风抗衡。而听得众人的议论后，灵狐铁面越加不爽，尤其听到那局唯有灵狐鸿飞能够胜他之后，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对单手捏诀，随后身上释放出紫色的光华。那光华不仅将他肉身覆盖，更是将他手中的龙凤斗之刃覆盖。一时之间，虚空都在剧烈颤动，强大的威势震动天际，而那光华也是越来越强，竟将覆盖了这方天地。虚空、大地，包括在场的每个人，都被紫色的光华所覆盖。那是灵狐天族的镇族武技之一，仙境武技，仙境要精魄。当人们认出灵狐鸿飞所施展的武技之后，人们都是目光大变，尤其是东郭冰雨等担心楚风之人，更是满面的紧张。他们都很清楚，此刻灵狐铁面所施展的武技代表着什么。那不仅仅是灵狐天族最强的仙境武技之一，也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仙境武技之一。这武技的威力绝对是毋庸置疑。可就在这时，虚空之上忽然传来阵阵雷鸣，紧接着数道血红色的巨大雷霆便宛如一条条血色的雷龙一般从天而降，正对着灵狐铁面便劈了过去。见此形势，灵狐铁面也是大喝一声，随后在他的身上便不断释放出紫色的光刃。那紫色的光刃不仅向那血红色的雷龙切割而去，大部分的紫色光刃更是对准了楚风。可是那血色的雷龙却是如同牢笼一般，将灵狐铁面封锁在当中。一切发生的太快，人们根本就无法看清具体发生了什么，只能见到血色的雷霆劈落而下，紫色的光刃四散而出，紧接着便是道道轰鸣连续炸响，强大的威势席卷八方。那威势太强，哪怕二者的对决根本无心伤害在场之人，可是贵宾席位上的众人仍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实力稍强者不过是被吹出数千米后受了轻伤，那些实力弱的人竟然被那威压弄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甚至还有人直接被轰碎了肉身。还要这是祖武修行界，有守护大阵守护着他们，否则那些肉身碎裂者此刻就已经魂飞魄散，是死人了。尽管此刻在场之人都还活着，可是先前的威势还是让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创伤。此刻人们皆是一脸的惊恐，可还是不由自主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与灵狐铁面的战圈，这才发现楚风依旧站在天际之上，依旧是面色不改，毫发无损。可是再观灵狐铁面竟然趴在了地上，大口大的吐着鲜血，身上更是如同被火烧了一般，已是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恶心。虽然他的身体也正在恢复，可是人们却还是知道，败了这一场对决，最终还是灵狐铁面败了。哪怕灵狐铁面施展出了灵狐天族、镇族级别的武技，但他还是败给了楚风。天哪，真是不敢置信，楚风居然击败了灵狐铁面。他先前所施展的应该也是仙境武技吧？可是那究竟是什么仙境武技，居然连灵狐天族的仙境要精魄都能击溃？人们开始惊叹于楚风先前所施展的手段，这也不能怪他们，着实是楚风的手段的确利奥的，毕竟那可是楚风从远海神山内得到的仙境武技仙境血雷术。这仙境血雷术虽然是楚风在远海神山内随手捡到的仙境武技，但是其威力之强，绝对是目前楚风所掌握的最强武技。而仙境血雷术能够击溃灵狐天族的仙境要精魄，更是证明了仙境血雷术的强大。忽然间，灵狐铁面爬起身来，放声大笑。若是平日里他这样笑，别人倒也不会觉得什么，可是此刻的他如此的狼狈，再发出这样的笑声，人们会不由得去想，这灵狐铁面是不是受了刺激，疯了？然而就在这时，那灵狐铁面不仅忽然收起笑声，他的目光也是变得无比的凌厉。他用那凌厉且冷冽的目光凝视着楚风，冷声说道：楚风，你一定以为你已经胜了，但其实从一开始你就败了。他这是何意？听得灵狐铁面这样一说，楚氏天族以及在场的不少人都是目露不解之色，不明白灵狐铁面为何被楚风打伤之后会说出如此狂妄的话语。而就在下一刻，灵狐铁面的身上竟然燃烧起蓝色的火焰，那蓝色的火焰将他的全身覆盖，就连头发也是散发着蓝色的火焰。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蓝色的火焰人，那蓝色的火焰很是利奥的，散发着极其危险的气息，连空气都在被燃烧，发出青色的烟。可是就是如此可怕的蓝色火焰，却没有伤到灵狐铁面分毫，就如同已经与他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当那蓝色火焰出现之后，灵狐铁面的修为竟然再度得到了提升，从7品武仙提升到了8品武仙。此刻他的战力再度比楚风高了足足1品，这是绝对的压制。
是魂焰命珠，是传自远古时期的至宝，在五仙境可以提升一品修为的魂焰命珠。早就听闻灵狐天族得到了魂焰命珠，竟然用在了灵狐铁面的身上。这魂焰命珠可不是简单的至宝，想要与它融合很难，可只要成功融合，便等于是属于它的力量，别人想夺都夺不走，将与主人同存亡。此刻不少人都是发出惊叹的声音，他们已经知道灵狐铁面施展的是何种手段，那可是无价之宝，魂焰命珠啊！这是一个在至尊境之前可以直接提升一品修为的手段，虽然使用之后也会遭受一定的反噬，可那种反噬却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此至宝，想要成功融合，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那不仅需要各种天才地宝，还需要强大的修武者，耗费自己的修为才行。眼下灵狐铁面成功融合，可以看出灵狐天族对他寄予了何等厚望，否则不可能帮他融合这魂焰命珠。楚风的实力没得说，奈何没有灵狐铁面的背景雄厚啊。此时不少人发出了感叹，其实事到如今，不管是与楚风敌对的，还是未有的，又或者是中立的，他们都深深地认识到，虽然同为祖武星域最顶尖的天才，但是楚风的确是要强于灵狐铁面的。二人若是同等修为，灵狐铁面绝对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眼下灵狐铁面虽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是那并非灵狐铁面自身的本事，因为无论是得到那魂焰命珠的代价，还是将其融合，都不是灵狐铁面自己可以做到的。他依仗的乃是他身后强大的家族灵狐天族，所以楚风输就输在了背后的家族没有灵狐铁面强大。楚风，现在你知道你与我的差距了吧？你说现在是我自己出手将你驱逐出去，还是你自己滚出去？灵狐铁面的话语变得很是嚣张，甚至满含侮辱之意。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先前的交手，他一直被楚风压制，让他觉得很是不爽。如今终于占据了优势，自然要好好的出一口恶气，而侮辱对方则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们滚出去！你凭什么？就凭你现在的修为吗？然而面对灵狐铁面的侮辱，楚风却是轻蔑的笑了。楚风，你莫非要言而无信不成？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你莫非要丢你爷爷与你父亲的脸吗？听得楚风的话后，灵狐铁面则是有些慌了。虽说眼下他是占据了优势，可是他却也知道楚风可是掌握着那强大的阵法，楚风若是非要抵赖的话，他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他此刻的实力也根本无法与楚风那阵法抗衡，这种情况下，他只得用信用这种东西来束缚楚风。我楚风可不会言而无信，问题是你还没有胜过我。楚风说道。楚风，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如此，我就必须让你出血了。此刻灵狐铁面明白了楚风的意思，原来楚风还在垂死挣扎，既然如此，他刚好就挽回先前丢掉的尊严，让楚风为他的猖狂而付出代价。想到此处，灵狐铁面身形一动，便向楚风飞掠而去。糟了！见此一幕，东郭冰雨以及黎暗之等人都是暗叫不好。灵狐铁面这一出手，楚风将陷入绝境。楚风若是施展阵法的力量保护自己，那么楚风就是言而无信，毕竟之前已经说好不用阵法的力量来进行这场对决了。可楚风若不施展阵法的力量，那等着楚风的定然是一顿暴揍啊！眼下的楚风还真是怎么做都不行。而眨眼之间，灵狐铁面便来到了楚风近前，他并没有用手中的龙凤斗之刃砍向楚风，而是用拳头轰向楚风的面门。在他看来，唯有用自己的拳头去将楚风打得面目全非才最解气。可是就在灵狐铁面的拳头即将击中楚风面门之际，灵狐铁面原本得意的目光却瞬间被震惊所取代。那是与此同时，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目光大变，他们惊愕地发现灵狐铁面的拳头竟然被楚风用手给抓住了。灵狐铁面的这一击被拦了下来，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楚风身上的变化。此刻楚风身上雷芒涌动，竟有一道绚丽无比、威势滔天的雷霆铠甲将其覆盖，并且当那雷霆铠甲出现之后，楚风的修为也是从6品武仙提升到了7品武仙。雷霆铠甲，楚风身上的莫非是雷霆铠甲？短暂的震惊之后，有人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不仅仅是他，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灵狐铁面、东郭冰雨、黎暗之等人，皆是一脸的难以置信。毕竟雷霆铠甲可是被封印的力量，在五仙境不可能有人施展的出才是啊！楚风所施展的莫非是雷霆铠甲？此刻有人发出惊呼，他感觉难以置信，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是雷霆铠甲，不会有错，那就是雷霆铠甲。黎暗之说道。此刻黎暗之的眼中也是布满了吃惊之色，甚至连他的身体都在发动。楚风的天赋强横他早就知晓，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竟然能够施展出雷霆铠甲这种手段。要知道当今整个祖武星域内也是有着诸多高手，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施展出雷霆铠甲，连那些强大的存在都不行，就别说楚风这样一个五仙境的小辈了。可是楚风他却偏偏做到了。你怎么可能？不，这一定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你不可能解封雷霆铠甲的力量。此刻要说最震惊的却还是灵狐铁面，你以为你那天罚玄功真的能与我的神罚玄功相媲美吗？这雷霆铠甲便是差距所在。楚风冷笑道。话罢，楚风大袖一挥，竟将灵狐铁面直接丢了出去。灵狐铁面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在那广场之上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这一甩，灵狐铁面负了极重的伤，但是他此刻却根本不在意自己的伤势，而是指着楚风说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不可能解封雷霆铠甲。室内阵法，你是运用此处的阵法伪造的雷霆铠甲。灵狐铁面大声说道。对，是伪造的，一定是伪造的。这楚风装虚弄假，竟然用阵法伪造出了雷霆铠甲，真是丢尽楚汉仙的人，丢尽楚轩辕的人。紧接着灵狐天族的许多人
也是纷纷咒骂楚风，坚定地认为楚风是用阵法的力量伪造出的雷霆铠甲。其实此刻也有不少人觉得楚风那雷霆铠甲可能是伪造的，不因别的，实在因为雷霆铠甲的力量，现如今没人能够施展得出，就连祖武星域那些最顶尖的强者，就连灵狐天族的族长、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都没有办法施展出雷霆铠甲。楚风这样一个小辈，真的就能将这一力量在五仙境解封不成？看来你们是输不起了呀！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楚风无情了。话罢，楚风意念一动，顿时雷霆涌动，那是血红色的雷。楚风施展出了仙境武技仙境血雷术，一时之间轰鸣四起，红光闪烁，那一道道血红色的雷霆如同一道道血龙一般，不断自虚空劈落而下。灵狐天族的所有族人都被那雷霆所击中，凡是被击中者立刻肉身尽毁，灵魂消散。但是楚风并未真的杀了他们，楚风没有抹除那守护大阵对他们的保护，而在守护大阵的保护之下，灵狐天族的族人哪怕肉身尽毁，灵魂消散，却也能够立刻恢复。但是当身体恢复之后，等他们的却依旧是那血雷的攻击，那血雷之强，连灵狐铁面都难以抗衡，就更别说其他族人了。他们无法忍受被那雷霆击中后的痛楚，纷纷主动离开了祖武修行界。楚风，你卑鄙无耻，胜之不武，你胜之不武！我灵狐铁面与你没完，我灵狐铁面与你没完！带你离开这祖武修行界，我要与你再战，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中！灵狐铁面强忍着疼痛，对楚风发出无比不甘的怒吼。他是发自内心的不相信楚风，不相信楚风真的掌握了雷霆铠甲的力量，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楚风那雷霆铠甲的力量就是楚风运用此处的阵法伪造出来的，并不是楚风真实的本事，所以他才愤怒，因为他觉得楚风就是胜之不武，这是他发自内心确定的事。可是他也承受不住那仙境血雷术的攻势，在一番怒吼之后，他的身影也是消失了，他是最后一个消失的。当他消失之后，此处的灵狐天族所有族人全部都消失了，人们都很清楚，他们不是死了，楚风并没有杀他们，他们是逃了，因无法承受楚风的折磨，逃离了这祖武修行界。此刻那漫天的血雷已经消散，这片天地除了先前战斗所留下的残骸，已经恢复了以往的景象。可是这片天地却是异常的宁静，所有人都是不敢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楚风，目光甚是复杂。他们不会忘记今日所见到的一切。这个年轻人改变了这祖武修行界的局面，他以一己之力将这祖武修行界先前的霸主给驱逐了出去，而他们更不会忘记这个年轻人那特殊的身份。他不仅叫做楚风，他还是楚汉仙的孙子，他还是楚轩辕的儿子，他也将是这祖武修行界新的主宰。忽然，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通天兽族以及梦魇灵族。楚风少侠，我们之前都是受灵狐天族所迫，并非真心与你为敌，望你大人有大量，饶过我们吧。见此情形，梦魇灵族的众人竟然吓得赶忙施以大礼，当众求饶。楚风少侠，你明辨是非，应该知道我们都是被迫的。紧接着，通天兽族的众位族人竟也对楚风施以大礼，这一幕着实令人感叹，毕竟这可都是祖武修行界内较强的势力啊。但是感叹归感叹，大家倒也并未太过吃惊。事到如今，谁敢不臣服于楚风？楚风少侠，从今以后，这祖武修行界内，我族兄弟愿听你调遣，我族弟兄也愿听从楚风手下调遣。楚风少侠，你有事便吩咐，只要你一句话，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万死不辞。在此之后，除了黎氏天族以及东郭天族等少数种族尚未表态之外，在场的各方势力竟然都纷纷表态愿意追随楚风。而见此一幕，内心最过喜悦的却非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莫属，因为那些他们眼中强大而畏惧的人，此刻不仅仅向楚风臣服，就连看向他们的目光之中竟也充满了敬畏。自打离开楚氏天族来到这祖武修行界，他们便一直是大家欺凌与看不起的对象，他们已经忘记了被别人仰望与尊重的感觉。但是今日一切都找回来了，并且不是在大千上界那些势力面前，而是在这些比楚氏天族还要强大的族人面前，找到了那被尊重的感觉。此刻楚氏天族的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楚风，目光之中都是散发着感激。他们很清楚，若不是楚风，他们不会有今天。但若说心情最复杂的，却还要数楚平。他一直行事谨慎，主张隐忍，但是今日当亲眼见到楚风凭借一己之力，凭借强大的实力，居然将灵狐天族驱赶而出，让在场这么多强大的势力臣服于他楚氏天族，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楚风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在这个修武者的世界，当真是强者为尊，你隐忍，没人会同情你，反而会唾弃你，看不起你。但是当你变得强大，哪怕你蛮横无理，哪怕你霸道无比，可人们却会惧怕你，尊敬你，就连你身边的人也将获得这样的尊敬。但是当楚氏天族的族人都沉浸在狂喜之中时，楚风却并未表现得太过兴奋，因为他知道他今日的所作所为与灵狐天族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但是他却并不后悔，因为楚风知道，若没有挑战强权的胆量，那就注定被强权踩在脚下，一辈子也难以翻身。而与此同时，在祖武修行界之外，在灵狐天族的城池之中，也的确引起了不小的变故。灵狐铁面等灵狐天族的族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部回到灵狐天族的主城之中，并且脸色极差，似是身负重创。这让灵狐天族的族人意识到，他族的这些小辈在祖武修行界内一定遭遇了什么。此刻灵狐铁面等人的伤势已经全部被治愈，并且被统一送到了一座大殿之中。大殿之内站着几位老者，这几位老者个个仙风道骨，霸气非常，就宛如是仙人将士一般，一看便非寻常之辈。铁面，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位老者
开口问道：“命爷他回来了吗？”灵狐铁面并直接回答，而是开口问道：“他太过担心灵狐命爷，哪怕明知道灵狐命爷应该没有死，而是回到了灵狐天族族中，但他还是忍不住确定一下，命爷回来了。他回来之时，精神状态极差，应该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是我们无论怎么询问，他都是一言不发，似是不愿提起那件事。”一位老者说道：“该死！”听得此话，灵狐铁面的拳头不由握紧，因为他知道灵狐命也之所以会那样，一定是遭受了楚风的折磨。铁面，说吧，究竟是谁做的？可是一个人所为？灵狐天族的那位老者问道。是一人所为。灵狐铁面说道。谁？几位老者同时问道。楚轩辕之子。灵狐铁面说道。什么？此话一出，就连这几位高高在上的老者也是神色大变。铁面，你刚刚说是楚轩辕之子？大殿内一位老者开口问道。与此同时，其他几位也皆是目光凝重的看向了灵狐铁面。大人，的确是楚轩辕之子楚风。那楚风并没有死，已经回到了楚氏天族，并且此次还进入了祖武修行界。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竟然掌握了一个极为强大的阵法。那阵法能够操纵祖武修行界内的一切，甚至可以无视守护阵法的力量，在祖武修行界内直接置人于死地。他有那阵法的力量在身，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灵狐铁面说道。他的情绪很是激动，也很是愤怒，因为他不甘心输给楚风，觉得楚风胜之不武，竟有此事。此刻，灵狐天族这几位位高权重的老者也是陷入了沉思。他们可都是见识过楚汉仙与楚轩辕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楚汉仙与楚轩辕这对父子俩的恐怖。现如今，楚汉仙的孙儿楚轩辕的儿子竟然横空出世，他们实在做不到不重视。对于灵狐天族内发生的事，楚风并不知晓，而他也懒得去猜想。楚风如今在忙着一件大事，楚风现在几乎能够感受到祖武修行界内所有的修炼资源所在的位置，但是那些修炼资源对现如今的楚风来说帮助已经不是很大，并且楚风也发现祖武修行界内的修炼资源不是固定对，他们会消失，也会不断的孕育而成，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对出现有很大帮助的修炼资源，但是楚风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打来，有可能几日后就会出现，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楚风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在这件事上去赌，所以楚风打算离开祖武修行界。但是楚风知道，以楚氏天族目前的实力，只要楚风离开了，那他刚刚得来的这祖武修行界主域霸主的地位将立刻被人抢走，所以楚风不能就这样走，并且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让楚氏天族族人永远称霸这祖武修行界主域的办法，那就是将自己身上的阵眼从自己身上移出，布置成一座大阵。这座大阵的力量将被楚氏天族所掌控，楚氏天族的族人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继续统治这祖武修行界，同时也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虽然那些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帮助不大，但是对于楚氏天族的其他族人来说，效果可是非常之大的。当然，这样的阵法非常难布，耗费了楚风不少精力，但是在1个月之后，这阵法终于布置而成。楚风将这阵法交给了楚平来掌控。楚平大哥，这阵法的力量非同小可，你要保护好咱们的家人，但是也不要滥杀无辜，不要太过跋扈。君王有明君，有昏君，有暴君，我希望楚平大哥做这祖武修行界内的明君，也希望你的继承者也能做此处的明君。楚风对楚平说道。他之所以挑选楚平，真是因为楚平心地善良，他坚信楚平不会因得到大阵的力量而膨胀。但是若是其他族人的话，那可就未必了。但是楚风却也知道，楚平也终将离开祖武修行界，那个时候楚氏天族内的族人之中需要有新的领导者。楚风希望楚平挑选新的领导者的时候能够谨慎起见，否则后患无穷。楚风弟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便是。楚平说道。还有就是，若是日后找到白梨落，一定要善待他。楚风对楚平说道。楚风虽然掌握了大阵的力量，可却始终感受不到白梨落。楚风很担心白梨落，在布置大阵的时候，他也尝试到多个地方去寻找白梨落的踪迹，但始终找不到白梨落。所以楚风此次离开祖武修行界，除了楚氏天族的族人他放心不下外，白梨落也是楚风所担心的人。楚风弟弟，你放心，白梨落姑娘与你交情之深，若是找到她，我们一定会以上宾之礼相待，也不会让这祖武修行界内的其他人欺凌于她。楚平保证道。楚风笑了笑，随后退后2步，抱拳说道。楚平大哥，诸位兄弟姐妹，那我楚风便告辞了。此刻不仅楚平在，除了那几个叛族的族人外，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在。楚风弟弟，我们会想你的。楚风弟弟，外面更凶险，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得知楚风要走，楚氏天族的这些兄弟姐妹很是激动，甚至有不少人的眼中都泛起了泪花，有些几名女子更是轻声的哭了出来。这些日子，他们算是真正的享受到了祖武修行界王者的待遇，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能有今日乃是楚风的功劳，所以他们对楚风有着特殊的情感。楚风这一走，他们还真是舍不得。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要照顾自己。我们祖武修行界外再会。楚风再度抱了抱拳，随后便催动了那藏于他体内的力量。紧接着，楚风只感觉周围不断变化，而当一切停止之际，楚风的周围已经变了一个景象。此刻，楚风的嘴角不由扬起了一抹笑容，因为他知道他回来了。此刻，他已经离开了祖武修行界，回到了楚氏天族之中。楚风所在的地方，正是当初他们进入祖武修行界的时候所在的地方。楚风凭借修行钥匙已经回到了楚氏天族，但是他也再也无法进入祖武修行界了。不过楚风也并不遗憾，因为他的战场可不是一个区祖武修行界，而是那个方星域，是道道天河，是整个修武界。楚
楚风感慨之际，一道呼唤忽然传来，顺声观望，楚风也是颇为惊讶，原来在这座大殿内居然有人。楚氏天族最有名望的太上长老楚汉鹏，刑罚堂副堂主楚宣正法，除了这2位之外，还有楚氏天族一些位高权重的长老，楚风都见过。而除了这几位楚氏天族内位高权重的存在外，殿下还跪着3道身影，这3位楚风也都认识，是楚弘毅3人。哟，真是想不到你们居然先行一步。不过你们做的其实也对，毕竟继续留在祖武修行界，你们也是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楚风看着楚弘毅3人，以讽刺的语气说道：“楚风，你在祖武修行界内欺凌我们，我们离开祖武修行界也就罢了，你居然还追到了族内，你莫非是不将各位前辈放在眼中了吗？”太上长老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前辈，你们都看到了，这楚风实在欺人太甚。太上长老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前辈，请你们为我们做主。楚弘毅一脸委屈的对楚汉鹏等人说道：“楚风，可是有此事？”此刻，楚汉鹏也是看向了楚风，他们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楚风觉得楚弘毅3人定然是说了自己的坏话，否则楚汉鹏不会以这种态度问他。楚风啊，这楚弘毅他们3个说你在祖武修行界内欺凌同族之人，更是将他们3人驱逐了出去，可有此事？楚宣正法问道。我的确将他们3个赶了出去，此事不假。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在场之人脸色皆是一变，不仅是楚宣正法，就连楚汉鹏也是脸色大变。他们都知道楚风在楚氏天族是何地位，他可是族长大人最重视的一位小辈。楚弘毅3人告状于楚风，楚汉鹏态度严厉，也只是走个形式，怎么可能真的处罚楚风？莫说楚风也许不会真的那样做，就算真的做了，只是随意辩解一下，都没有人会去追究。这便是楚风如今在楚氏天族内的地位。可是现在楚风竟然直接交代了，这叫他们怎么办？简直是想网开一面，都是不行啊！你看他都承认了。而此刻楚弘毅3人更是赶忙指向楚风，他们简直恨不得让这些大人立刻处置楚风。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楚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废子，如今在楚氏天族内可是非常有地位的存在。我楚风向来敢做敢当，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不过欺凌同族之人，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楚风怎么不知道啊？楚风笑着问道。你欺凌我们，难道不是欺凌同族？楚弘毅问道。你们不是背叛楚氏天族族人的身份，投靠了青羽妖族了吗？楚风问道。听得此话，楚弘毅3人顿时脸色大变。楚弘毅，这是怎么回事？此刻楚汉鹏以及楚宣正法同时质问道，那语气简直比对楚风质问的时候要严厉数倍。这一刻，楚弘毅身后的2个人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而楚弘毅的身体也是开始发抖。不过他还是强忍着自己内心的慌张，狡辩道：“太上长老大人，副堂主大人，这楚风是含血喷人，他是含血喷人啊！我们怎么可能背叛族人的身份呢？”太上长老大人，副堂主大人，楚清、楚浩言、楚环宇、楚双双他们应该都回到了族中吧？楚风问道。的确已经回来了。楚宣正法说道。那你们将他们叫来，问一问他们，真相不就自然揭晓了吗？楚风说道。来人，将楚清4人叫过来。楚宣正法挥袖说道。遵命。此刻也是立刻有人跑了出去。大人，我们知错了，我们知错了。这一刻，楚弘毅身后的2人绷不住了，赶忙痛哭流涕，磕头求饶。而楚弘毅也是懵了，本来他是想着楚风乃是废子，在族中没有任何地位，而他们回到族中便想出口恶气，所以才编造谎言，说楚风欺凌他们，欺凌同族之人，想要让族人为他们做主。可没曾想会发展到这个样子。他失算了，从这些人对楚风以及对他们的态度，他便看得出来，楚风如今在族中的地位似乎远高于他们。想到这里，楚弘毅也知道没有任何办法，也是赶忙磕头求饶。哼，这么说来，编造谎言的乃是你们，为了一点利益，竟然背叛族人，你们真是不配做我楚氏天族的族人。男人啊，将这4个畜生给我驱逐楚氏天族，永远不准再踏入我族领地半步！楚宣正法大声呵斥道。听得此话，楚弘毅3人顿时傻眼了。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会遭受惩罚，但没想到竟然会被驱逐出族，如此重的惩罚！太上长老大人，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我们不是有意的，求您网开一面，求网开一面啊！眼见不妙，楚弘毅3人赶忙向楚汉鹏等人求饶，希望楚汉鹏等人能够看在他们爷爷的面子上，给他们一次机会。毕竟他们的爷爷在楚氏天族内也是有着一些分量的。可谁曾想，此刻包括楚汉鹏在内的所有人，居然都是看都不看楚弘毅3人，根本就打算替他们3人求情。这一刻，楚弘毅3人当真是面如死灰。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楚风在楚氏天族内的地位是多么的可怕，可怕到只要得罪了他，就将面临被驱逐出族的风险。带下去！楚宣正法再度大喝一声，而下一刻，立刻有刑罚堂的人强行将楚弘毅3人带出了大殿，只留下3人那悲痛欲绝、悔恨万分的求饶声。